美国竟然无力阻止中国在拉美扩张布局。南美洲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大洲，拉美国家似乎也意识到美国的衰弱。拉美跟中国之间的相互的需要，大程度上是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所发生贸易战造成的。美国现在被动的跟在人家后面的这种姿态已经很窘迫了。对，你没听错，放弃以色列。中东这个地方对美国是极其重要，尤其海权。看似没有关系的拉美布局跟中东布局，其实有很大的影响。而这样的做法，恰恰印证了说美国镇不住中东，所以他只能用表面上维持住。而中东这个地方对美国的海权至关重要，因为中东这个地方是亚欧非三大洲这样子，谁控制这个地方，谁的海权就能维系下去，谁就是世界霸主。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川普去了一趟中东，台湾只看到所谓的万亿大单。另外呢，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中国把拉美地区共同体跟加勒比海的这一些国家呢，全部找到了北京，开了一场中国拉美峰会，或者叫中国拉美共同体峰会。我感觉这个跟之前中国跟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的连结比较像，就是双方都有各自的需求。对于拉美国家来说，他们感觉到他的需求在这些年比较明确了，而这个需求在过去是由美国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去满足它，尤其是美国基于门罗主义的一个设想。那这个设想呢，他觉得他把后院顾好，所以他对后院的至少是这些政经势力他们是很关照的。好的，当然这个关照也引起拉美社会他们内部的反弹。最近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基于它的这个整体的下坡路，那么这样去满足拉美国家的需求，乃至于就算是上层的这种需求，也已经变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形下，拉美国家它需要找到一个他们的方向，他们的未来。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看到了中国。那么当然，中国呢也有一个相似的需求，这个需求是说，他们本来在整个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大棋局里面是缺乏拉美这一块的那么我们看，尽管是在毛泽东的时代，他们一直在强调亚非拉的这个团结，其实更多的在毛时代，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就是说毛给自己找到一个定位，把自己定位成为反帝反殖的代表第三世界的代表，用这个呢来跟苏美同时对抗。可是这个形象在毛时代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当时的这个中国，它必须要去审视自己的实力。那这种实力显然它不足以去把当时它的实力伸展到拉丁美洲去。对，所以我们也看到拉丁美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它是跟台湾有长久而密切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其实它呈现的这个北京在拉美，它是鞭长莫及。那拉美同样，他的感受里，他觉得北京也是很遥远的在了，他们对这个北京的兴趣并不那么多。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对于美国来说不在了，那么他们应该去向中国施压了。没想到这次施压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每一次拳头打下去都好像打到棉花上，他没有办法打中像以前有形的就打碎了，可是打中国好像很困难，中国自己也很讶异。那么可是最近这2年这个态势比较明显，而这个态势明显其实是美国做的，就是美国他提早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其实从更早严格讲，小布希时代其实已经有，只是小布希被这个本拉登打了那么一下子之后，他这个就是反应不过来，他就放缓了这件事情。那么真正开始体认到危机的时候，那个人是奥巴马那么奥巴马就开始做这个围堵北京的事情。那么围堵这件事情呢，跟他美国跟欧洲对中国的打压一样，这个围堵其实效非常非常的有限，让美国人感到无处施力了，所以他就变成全方位的打压。这种打压呢，让中国感受到自己的实力。这个实力呢，甚至于他一开始还没有经过验证，最近这几年呢，经过验证的地方越来越多了那种验证，先是从这种经济的实力、贸易的、金融的，乃至于前一阵子印巴攻战就上升到硬体了。那这种情形下呢，那我想北京的战略思维发生了转变。那这个转变就是说，我跟非洲、我跟中东、我跟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之间，我有相互的需求，而这个相互需求呢，这个原本我要到这个美国的后院去，它的风险很高的，可是现在这个风险变成了一个我去跟美国
国推它最后一把的一个要素，就是因为美国很衰落了，那么它需要呢，我在拉丁美洲给它做一个大胆的竞争，对，这样子可以把美国拖在那里，让美国的整体的跟中国竞争的成本再度大幅增加，因为美国一定不甘心它失败，尤其是现在川普，我想川普对于拉丁美洲他是有很详细的一个规划，他回归他的一个川普主义、门罗主义，顾及美国后院的利益，那他一定会有所投入。可是这个投入在竞争当中，我想在北京现在的一个评估里面，美国会投下非常非常大的成本，而这个成本足以把美国拖垮。我比较惊讶的是说，拉美是几乎没有任何缺席，包含台湾现在还有的2个邦交国也都去了。那我想这个是相当重大的哦，因为老实讲，拉美国家是我们最后大面积的邦交之所在嘛。在这些历史背景下，我觉得拉美他们有一些共同的要素。那个要素就是第一个，他们是被压迫者，而且从来没有被解放过；第二个，离美国太近，离天堂太远。这句话在拉美地区是非常盛行的嘛。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讲到的，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世界共运里面的也就是我们讲到共产革命里面，其实对比上咄咄逼人的苏联，我觉得相对浪漫的中国，而且相对呢就是贫穷农业为主的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是更高的，因为整个拉美地区都被改造成大庄园、大农业的农耕地带嘛，所以我觉得有更强的一个社会共情基础。从拉美的这个前海港的建设包括最近可能要开始启动两洋铁路，那前海港是中国在秘鲁投运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港口，基本就是以中国标准来建造，它的吞吐的货运量还有未来的长期计划是非常的巨大的，而且它是一个深水港，所以它是过去呢，因为南美洲在太平洋这一侧，因为技术还有天然条件的一个限制，因为这个地方是太平洋海板块去俯冲在南美板块之下嘛，所以它本来天然良港就少，所以一直以来大量的需要依靠美国的港口做转运。那尤其呢，南美洲的大西洋这一侧也需要透过巴拿马运河穿行，然后再一样可能还是要到美国再去转运，或者是它的运量就没有巴拿马大，因为巴拿马运河的运量有限它能承载这个吨数这个船只的大小有限。美国人能不能够把他自己的处境想清楚？因为想清楚之后，他可能应该采取一种不同的办法。因为过去在习近平的最早的任期当中，他毫无疑问是想要跟美国、跟欧洲合作，尤其是跟美国合作，他绝对是有这个意愿去合作，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动作，想要去维持这个关系。但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一个做法是不治，那这种不治的一直是维持到现在。我想这是对美国非常不利。那么美国的一些精英人士是看到非常焦虑，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去影响美国的高层政治。那么这个事情我想历史有的时候是蛮无情的，他不会相信眼泪。所以我们在看待中国跟拉美论坛这第4届而已就代表说这一层关系是非常的新，它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发展的很迅速。那这个迅速跟加速，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很多现在的说法都是中国想改变世界秩序，包含520的赖清德总统的讲话是要中国要改变世界秩序，但事实上是美国正在破坏自己在打败苏联之后所建立的后冷战时代秩序。当你破坏这个秩序的时候，那很明显的，大家都想活下去比如说我看到520的讲话里面有提到台湾应该要跟自由市场站在一起，那今天自由市场的破坏者恰恰是美国，而自由市场的维护者恰恰是中国。这一种吊诡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自由市场它必须跟所谓的民主国家绑在一起，所以自由民主嘛，自由市场不等于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也不等于自由市场。当中国在拉美地区有很大长足猛进的一个状况的时候，美国川普总统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让美国回到了中东，以放弃以色列的方式回到中东。我觉得世界发生一个更大的变化在于说，前面这个印巴战争它体现了这种船坚炮利的这种角色的转变。那么中国跟拉美加勒比国家论坛的这种关系呢，其实它呈现了一个一带一路设想的一个转变，就是我觉得这是一带一路设想回归到丝绸之路那个时代的一个逻辑，一个呈现。那么所谓的丝绸之路跟一带一路差别是，原来丝绸之路不是中国人建立的，它是对于丝绸或者其他中国货有需要的中东西亚欧洲的人他们建立的，他们需要中国货，所以他建立丝绸之路。中国人自己我要不要你东西无所谓的，所以他没有建丝绸之路。但是一带一路建立的时候，是中国需要输出自己的产能自己的货物的时候，我建这个一带一路。但是呢，这个现在的这个论坛其实呈现的是一个，其实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急切的需要中国的
东西。美国人也看到，就是说以色列的这种价值降低了，可是美国在中东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利益，有地缘政治的利益，有石油的源头这样一个利益，还有呢，美国现在还可以指望中东的一些石油美元来维持美国的繁荣，以及更重要的金融稳定。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必须做一个姿态去笼络阿拉伯国家这样子以色列就变成了被牺牲的对象。那么所以美国的中东布局它是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的反应，而这个反映着美国在这个布里辛斯基之后已经没有大的地缘政治的专家了，他们没有办法去处理地缘政治的议题，他没有办法掌握整个地缘政治当中的主控权。也就是说，这种被动我们看到它其实它比1980年代的苏联的处境还要糟糕一点。